法国14号在巴黎举行传统国庆阅兵。在奥运开幕在即、国民议会选举后的政局动荡背景下，阅兵式也非同以往，不仅路线改变，形式和规模也有所缩减，主题聚焦奥运和军事。与此同时，总统马克龙透露，有必要对明年国防预算进行调整，以满足北约要求。这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 法国1年1度的国庆阅兵式14号如期在巴黎举行，总统马克龙出席仪式并检阅部队。由于香榭丽舍大街尽头的协和广场等往年举行阅兵的必经之地都已经搭建了巴黎奥运会临时比赛看台，今年法国国庆节阅兵式地点改为香榭丽舍大街旁边的福煦大街，这也是自1979年以来首次路线改变。 福煦大街也是一条历史文化名街，而且这条街呀，并不是第一次来接纳这个国庆的阅兵了，而是它历史上的第2次。不过它的第1次是在100年以前了。法国媒体注意到，今年的阅兵规模减小，一共有4000名军人参演，较去年缩水1/4。 本次阅兵式还调度了22架直升机和45架飞机，其中包括2架美国飞机和2架英国飞机。受路况限制，今年没有坦克或装甲车参加。同时，为适应空中交通管制的限制，今年的空中阅兵由直升机首先出场，最后以3色爆发阵型的飞行表演结束。这样的安排也是首次。整个阅兵时长约105分钟，比以往要短。 为突出今年法国解放80周年和奥运2大主题，阅兵式还加入展示巴黎奥运会火炬的环节。由于奥运即将举行，届时法国将招待大量外宾，因此今年的阅兵式也没有邀请外宾参加。 12天后，巴黎奥运将拉开大幕，这也是今年法国最重要的盛事。过去2个月中，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各地吸引了550万人参与，显示了法国人对体育和奥运的热情。而在巴黎的2天火炬传递，因为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传递，路线也经过精心安排。卢浮宫消防部门特别举行了10几次会议，以确保安全。 深圳卫视注意到，因应该国国庆前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枪击案。巴黎警察局长洛朗·努涅斯在接受法国电视1台采访时强调，狙击手是法国警方考虑的威胁之一。欧洲舆论还注意到，法国国庆前后，马克龙数次谈及欧洲战略自主等，还为进一步提升法国的防务能力进行了预告。他13号检阅军队时表示，有必要对2025年的国防预算进行 调整，因为类似俄乌冲突的威胁正在靠近。法国防长近期也表示，该国将在2024年提升军费标准至符合北约的标准。按照北约要求，其成员国军费必须至少为该国 GDP 的2%。 外界注意到，法国自2017年开始，国防预算持续增加。根据法国2024至2030年军事规划法要求，法军将获准4133亿欧元的国防预算，较上一版法案的预算额度增幅高达40%。 观察指，俄乌冲突的发生，一方面让法国的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让包括法国在内的美欧多国军火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法新社曾报道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马克龙一直在推动法国国防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马克龙说，一些军工企业不太明白尽快交付的重要性，在过去一段时间甚至错过合同，这令人遗憾。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主要是有3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要在乌克兰危机中继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那么肯定要增加一些投入。第2个考虑呢，就是发展战时的经济。第3个考虑呢，就是还是坚定地奉行马克龙所希望推崇的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因为现在美国大选临近，法国方面以及欧洲方面对这个 美国要减少对北约的支持，都要预做准备。今年的法国国庆节典礼似乎有些冷清，还有10多天就要开奥运会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安排？您对此如何看？法国媒体呢，似乎也是有些心酸。在奥运会来临之际，法国的国庆的典礼呢不同寻常，传统的国庆大阅兵的规模大为缩减，也没有邀请外宾出席。对于这一现象呢，当然有 很多的解读，可以被解读为在奥运会之前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大阅兵仪式。毕竟呢，再过2周奥运会开幕式会比较盛大，
有法国媒体就认为说，这次国庆阅兵比较简朴，但是呢，在法国国庆的时候，无论是法国还是世界政治局势，似乎很难提振在奥运会之前国庆的气氛。马克龙总统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扭转欧洲议会选举给执政党带来的压力。极右翼的政党国民联盟虽然遭到了中间政党和左翼政党联合阻击，而没有在法国政坛长驱直入，但是呢，马克龙所在的政党已经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在奥运会来临之际，法国政府难产，议会悬浮，要推行强有力的政策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马克龙来说，剩下的总统任期提前跛脚了。这对于马克龙这样比较鲜明的戴高乐主义者来说，的确是政治上的灰暗时刻。虽然避免了极右翼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取得阻隔权力这样糟糕的结果，但是现在的政治格局对马克龙来说也是很艰难的。要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十分的艰难。在法国国庆的时候，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新闻，那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遇刺受伤，子弹与选票横飞，美国的选情更加的扑朔迷离，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前景更加的明朗，而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也需要为特朗普冲击做好准备。当初拜登胜选之后呢，告知盟国说美国回来了，而法国等盟国的疑问就是说回来多久？现在来看呢，大西洋两岸关系又处在新的节点上。与8年前不同的是呢，现在的欧洲陷入了一场传统战争之中，欧洲的安全体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作为欧盟大国，法国要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的确是形势所迫，但悲催的是呢，应者寥寥。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下，奥运会的气氛呢，多少是受到了抑制。无论如何，巴黎奥运会的举办至少可以向世界传递出争取和平的信息。马克龙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要对国防预算进行调整，这又传递出什么信号呢？俄乌冲突首先是欧洲国际体系内的冲突，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回归。在18、19世纪，这样的冲突和战争并不罕见，但是经历了2战之后近80年的和平，欧洲国家已经不适应新的安全形势了。马克龙在今年2月以来就俄乌冲突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整体来看呢，法国作为欧洲安全的领头羊，已经接受并且呢逐步适应了新的安全态势，针对俄乌冲突而进行了国防和安全战略的调整。一方面呢，法国以及欧盟需要战略自主，尤其是在特朗普2进宫的形势之下，欧洲需要自我保护。马克龙关于战略自主的呼吁没有得到太多的呼应，但是北约在欧洲的存在进一步强化，承诺给予乌克兰长期的支持。这样的承诺和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美国政治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从另一个层面支持了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呢，法国的国防战略的调整，俄乌冲突将传统的高烈度战争，尤其是消耗战带回了欧洲。法国原来的国防战略主要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俄乌冲突的延宕让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的国防工业的短板显露无遗。法国每天生产的大孔径炮弹呢，只够乌克兰军队几分钟的消耗。因此呢，马克龙强调，法国的国防工业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战争需求。俄乌冲突让欧洲重新武装，安全化的逻辑占据了上风。一方面呢，法国表示要将国防预算上调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达到北约的要求。而这一点呢，曾经是欧美纷争的焦点问题。俄乌冲突让越来越多的欧洲盟国大幅度地提升了国防开支。另外一方面呢，战争工业化的逻辑依旧，产业发展、贸易等等被纳入到安全化的轨道，从而导致欧洲开始用安全思维来面对经济和产业的合作。在安全化的逻辑之下，欧洲国家会将更多的资源用到安全和国防领域，这必然会提升欧洲的地缘政治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欧洲在全球政治舞台的话语权。